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电机系李顺义，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这个摩克斯的单元。那这个单元是脑电刺激器跟晶片系统设计的第3个单元。那前面2个单元我们介绍了整个动机还有系统。那另外第2个单元我们介绍了讯号的检测、讯号的处理，还有无线传输的晶片系统设计的技术。那这个单元我们主要是要介绍我们整个量测结果，还有临床测试的结果。那所以就是说在量测这一块的话呢，那我们首先会看到无线传输的部分。那无线传输其实你要把距离能够传输出来，基本上效率要够高。那所以在发射端出来的振幅不能太小，这样子。那能够传的足够让我们在体外，在皮肤体外，我们能够检测到讯号。那在这个例子，我们大概可以高于13公分以上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看说这个资料送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保有讯号的这个品质。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我0101的讯号发射出来，那在空气中传输，当然会有一些衰减，会有一些杂讯，比如说中间这个杂讯就蛮严重的，而且振幅只剩下比如说11 millivolt 的。那我们在讯号的接收端的话，我们就透过讯号的放大、波峰的检测等等，最后把它这个量化出来。那这个如果说我这个资料量很快，资料量很大很快的时候呢，那我的发射接收的这边的处理基本上也要够快。那在这个例子的话，我们基本上设计可以超过1 MHz 以上的速度，所以可以满足我们脑波啦，还有癫痫这个讯号的检测跟发射接收。那所以在量测上面的话呢，我们最高的距离可以到13.5公分左右，所以事实上在体外这边侦测的话，基本是没有问题的。那整个这个发射接收这个功率消耗的话呢，基本上在接收端的功率消耗只有10几 microwatt， 跟一个类比前端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基本上是有很多的电路的设计的技巧跟挑战在里面。那另外讯号的灵敏度的话，也能够低到-345 dBm。那资料量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它可以到达1 Mbit/s 以上。那在整个发射机的这一部分的话，它其实着重的是效率。那也就是说，你每个位元所消耗的这个能量到底是有多少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50.6 picojoule/bit。那另外我们去看这个技术指标，就考虑到我今天功率消耗除上我的整个资料量那基本上这个值如果越小，效果是越佳。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达到11这样的一个技术指标那等于就是在晶片设计上面，我们有花一些这个设计上面的一些技巧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效率。那在接收端的话呢，每一个 bit 大概只有 2.7 picojoule那我们的灵敏度可以低到-35 dBm那当然目前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希望能够再把这个灵敏度降低，那可以减少发射的功率。那减少发射功率可以减少对细胞的损害。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晶片的照相图所以在右手边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发射接收机那在下面的话是类比前端的讯号的侦测那我们还有做的一些电源管理是在上面的地方。那中间部分主要就是有数位讯号处理器，还有人工辨识的演算法。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动物实验上面检测的一个结果。那在最上面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常脑波那在第2行这一部分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振幅也比较大，那频率抖动也比较严重，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癫痫的一个讯号。那我们就是分别进行光的电极跟电的电极。那在第3通道，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用电极的时候，那基本上是没办法去做监控的动作，它整个讯号都被饱和掉了。所以通常我们在做电极的时候，就必须要把类比前端的侦测器去把它关掉
避免去把我们后面的电路饱和掉。可是呢，我们发现说，在第4个通道最下面这边，我即使我在做光电极的时候，也不至于把我的电路饱和掉，所以我同时可以去观察我在电极过程当中整个讯号的的流向讯号的结果，那也可以知道说，那到它花了多少时间，到什么时间点它整个癫痫是被抑制掉的。那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刺激当中的话呢，基本上电极跟光刺激的话，有它的一个需要的电流的消耗啦，还有就是说刺激的这个时间，那这个表格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比如说呢，在这个第3个通道，我们在电极的时候电所采用的就是100赫兹啦，那大概刺激了5秒钟这样，那基本上整个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刺激器。那用光刺激主要是用这个下面主要是用蓝光的方式去做刺激那采用这个雷射光那基本上那功率消耗，因为光所需要的驱动会比较大，所以它需要的功率也比较大，所以基本上这个 driver 驱动器我们是做在晶片外面那不过控制器是在晶片里面去制作。那整个刺激的结果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那第一个光刺激的时间它可以比较短，所以它也可以做监控，不至于把我的电路饱和掉。可是做电刺激的时候，基本上是整个讯号都被 saturate 掉了，所以我必须要整个刺激的周期结束，我才能有办法去做观察了解我整个刺激的结果。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左边这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晶片。那你晶片如果说要能够提供功能的话，基本上还要再透过离散元件的组装，那才可以完成一个大概一个铜板大小的一个穿戴式的模组。那这么小的东西，你才有机会把它放在那个老鼠的头上去做这个动物实验甚至说去观察老鼠癫痫发作前跟发作后的相关的行为，还有你整个做电极的时候它的疗效。那最后这整个晶片系统的话呢，就整个规格如同我们这个右手边这个表格。那基本上主要它会有3个大的方块，一个是讯号截取，那需要放大器啦、类比数位转换器这些类比前端。那另外你需要一个数位讯号处理器，那里面主要是有2个方块，一个是前置的讯号处理，让你这个讯号能够优化，那能够去掉杂讯。那再来一个是人工智慧的一个辨识的演算法，你可以用类神经网络，你可以用 Subparameter Machine， 或者像我们所用的这个 LLS 的分类器。那最后第3块的话呢，就是射频无线传输。那因为一般蓝牙或者 WiFi 它的功率消耗非常大，假设你要植入到身体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自我开发一个发射接收器。那最有机会达到非常低框号的，通常就是一个 OOK 的一个系统。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提供一个这个结论让大家了解我们做的这一个系统晶片它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相较于文献的比较，基本上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如果你要提供给医生比较好的使用的话你要能够让他能够program就是可程化这个波形，那包括你能够提供 monophase 那就是单一的这个相位，或者就是biphase可以有正负的相位，甚至呢宽度、长度、高度这个波形你都可以做调整。那另外呢最好能够提供光刺激跟电刺激让医生能够去选择你去了解，就是说不同的刺激方式、不同的刺激的方法对这个癫痫的疗效到底会是怎么样子。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目前跟成大的医师在合作，也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最后的话呢在整个这个我们介绍的单元里面，主要有几个技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在生医技术上面的话呢，那我们发现光刺激从这个临床上面它会比电刺激还来得好。
那不过到底会好到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所以呢，那我们就提出光电刺激器到底是怎么去制作。所以呢，在制作过程当中的话呢，因为无线传输是最耗电的，所以呢基本上就必须要去开发一个非常低功耗的，而且非常有效率的无线传输晶片系统。那另外呢，因为你要提供给医生进行临床的实验跟分析，那基本上你要具备有可程化的这个功能，所以你要能够提供 monophase 跟biphase的调变，还有呢就是可以去提供你可以调整振幅啦，还有调整刺激的时间，还有调整刺激的频率。最后的话呢，再去整合这整个系统。那不断在系统晶片上面整合，那为了要在整个临床上面实验，那必须要把这个晶片系统整成一个穿戴式的模组，那让这个模组能够穿戴在老鼠的身上进行长期的监控，那能够在老鼠癫痫发作的癫痫波形测到的时候呢，在它还没发作，我就可以做这个电击，那去抑制它癫痫的发作。那减少这个癫痫行为的这个出现，那能够抑制它的这个癫痫发作的现象。所以呢，这是我们所介绍的单元那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分享，那也欢迎大家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建议跟参考，谢谢大家。